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拉斯杨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爆炸性秘密，在台湾的深海里有一个失落的上古高科技文明尼莱肯奈。台湾东部的这一片水域非常神秘，由于这一片海域里的不同民族的传说都非常相似，所以这一片就被称为萨那塞传说圈。传说在上古时期，台湾东部不是一片大海，而是一片富饶的平原，森林郁郁葱葱。就在这片上古平原里，有一个神秘高科技远古文明，叫做尼奈肯奈。尼奈凯是古琉球语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上古语言非常奇怪。难道是外星语发音？很少有人听过尼奈肯奈，主要是因为它坐落的位置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每天这里都会有大量的军舰、潜艇、战斗机在这里游荡，属于军事禁区，非常敏感，所以各国的科考队都不敢或者被禁止去那里考察。这片海域里到底有没有远古遗迹？直接上 NASA 海底地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大家看，台湾东北方向的海底好像有一些奇怪的花纹，它们一点一点的可以连成一条条直线。不仅是这里，日本冲绳县不远的海里，看这里怎么都是一条一条的线，它们好像形成一个正方形。难道这里真的是远古海底城市群？这些城市为什么都沉没在海底？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沉没的？这些海域都非常敏感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公开的资料，很难找到答案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团长尼克拉斯杨发现了很多非常震惊的线索。为了防止团长走丢，请大家赶紧加团长的 Instagram 和 Line， 在下面的信息栏和留言区里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探索这个远古高科技文明尼莱肯奈。我们再回到台湾东部的海域，在这里有一个小岛，叫做与那国里与那国岛。它离台湾的距离只有110公里，天气好的时候就能看到台湾。小岛只有28.88平方公里，现在只住了1700多人。与那国岛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谜，它在中国的明朝之前没有任何历史的记载，而且与那国岛上面还有一些惊人的习俗，有一个就叫做九步凉歌。与那国岛上有一个地方就叫做九步凉，是一块有缝隙的大石头，缝隙长15米，宽2到3米，深7米。传说与那国国王每年会召集全岛的孕妇，让他们都站在这块大石头上，必须跳过这2米多的缝隙，跳不过去的只有掉下去摔死，而且只有跳过去的孕妇才能生孩子，非常残忍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人字田，在小岛中央有一块农田，大约有100亩。全岛村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会突然听见刚刚刚的通通通的这个鼓声。只要这鼓声响起，全岛男性就必须立刻跑到这个田地里，来晚的人都会被咔一下砍头了。死去的都是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。那与那国岛为什么有这些奇葩的规定，要自我毁灭？是因为与那国是当时琉球国的附属国，必须每年定期向琉球国交纳人头税。这个小岛国也没有什么钱，于是国王就想出了这个馊主意，减少人口，这样就可以减少给琉球国王的纳贡的数量。所以大家不要幻想可以穿越到古代过上乡村田园的生活，那时候的人类都非常惨。1986年，有一名叫做新号喜八郎的日本探险家在这里潜水，突然他发现水下25米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建筑。它是一个巨型长方体结构，长270米，宽120米，高26米。巨石有几乎完美的水平切割，非常奇怪。只要是石头上出现的线条，就是笔直的直线。石头表面非常平滑，没有任何海水冲刷的碎石出现。石头中有巨大的阶梯，还有通道、排水渠、拱门等等。石头中央还有一个星星的结构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鸟类或者是乌龟的浮雕。这个石头建筑被称为与那国岛水下金字塔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里的石头表面真的是非常平滑，看起来十分坚硬的样子。
日本地理学家、东京都大学教授贝冢创平写过一篇研究报告，说这个金字塔并不是因为地震下沉的，而是海水自己涨上来的。等等，难道这是远古大洪水？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？就是与那国岛其实就是一座平头山，它不像台湾岛中央山脉这些山峰都是尖尖的，与那国岛是平的。这就非常像秘鲁纳兹卡线条旁边的平头山，叫做纳兹卡跑道，整个山头都削平了，和飞机跑道一样。你看其他的山头都不是平的，都是尖尖的。很有可能这些平头山都是远古高科技文明的飞行器升降台。而且在秘鲁有一个地方叫做 Ollanta Temple， 它和水下金字塔一样，有巨大的石头台阶。大家看，这些台阶都是一块块巨石，看起来每块巨石都有3到4米高，人类是翻不过去的。有些科学家说这是秘鲁梯田，但古代秘鲁人为什么要盖一个3米高的梯田？耕地还要带个梯子非常不符合逻辑。秘鲁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远古遗迹，各种巨大的石头，它们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海拔特别高，都在山上，平均2700米以上。很有可能就是远古高科技文明为了躲避大洪水，把基地都修建在山上。贝冢创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写道，要通过海平面上涨淹没与那国金字塔，需要1万年以上。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悖论，如果海底金字塔经历了几万年，还可以保持表面光滑平整，那必须满足一个条件，石头必须没有裂缝，并且无比坚硬。否则海浪会把它们冲刷成碎片或者是沙子。但是悖论来了，如果石头的密度可以达到没有裂缝而且无比坚硬，那1万年以前的人类是不可能把它们切割出来。贝冢创平写道，如果一块岩石可以被人类加工，它就一定可以被海浪侵蚀。如果岩石足够坚固，它就不可能被海浪侵蚀，但是人类也无法加工它。不是人类加工的，难道外星人？台湾阿美族的神话中有一段好似外星人的传说，说在远古台东知本溪这边有一个妇女正在生产，当她的孩子哇的一声生出来的时候，全家人都震惊了。这个孩子全身雪白，而且发出太阳般的耀眼光芒，非常耀眼。她是一个女孩，家人给她取名为提亚马坎，迪亚马赞。有一天，迪亚马赞在靠近海边的井里打水，突然从海里就慢慢的出现了一个男人。他靠近迪亚马赞说 Si Flalacas Cago， 我是弗拉拉卡卡高的儿子，我从遥远的地方而来，因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在发光，所以我的父亲卡狗让我来查看，你愿意和我们一同回到我那里吗？迪亚马赞一听，这谁啊？赶紧吓得就赶紧跑回家了，把这件事赶紧告诉了他的爸妈。后来就突然发大洪水了，就当大海快要把整个台湾岛给淹没的时候，迪亚马赞一家人就跑到了中央山脉的山顶上。这时候那个男人弗拉拉卡斯就从海里出现，把迪亚马赞给接走了。这一段非常非常像我以前讲过的死海古卷里的拉麦之书。拉麦是诺亚的爸爸，拉麦的老婆也是在生产的时候哇的一声生出了一个男孩，顿时满屋子也是耀眼的白光。拉麦一看吓坏了，大声责问他老婆说你是不是和天使有一腿？他老婆一听就放声痛哭，说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敢污蔑老娘。后来大洪水也来了，诺亚就在神的帮助下活下来。我们接着从与那国出发，往琉球群岛这边走。在这一片海域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信仰，叫做琉球神道。他们信仰的不是什么具体的神，而是叫他界。琉球神道就认为，在大海的彼岸或者是海底有一个世界叫做 Ninai Kanai， 神就住在里面。神经常从那里来到琉球群岛，教授人类智慧和科技。神在岛上登陆的地方叫做御月 Udaki。冲绳这一片岛上都有很多御月，都是神的神迹。根据琉球国史中山事件中记载，盖我朝开辟，天神阿摩美酒助之，然后环山食草木。
意思就是起初有个女神叫做阿摩美酒，在天空上俯视大海，随后就创造了琉球群岛。从这些传说来看，这一片海域的古代人好似的确看到了些什么。我以前讲过的苏美尔尼版 Enuma Elish 至高之巅，其中就有一个创世神叫做 Onis， 他们会穿着鳞片般的衣服从海里出现，把智慧和科技交给当时的原始人。在印度教里也有一个神叫做 Matsya， 也是在大洪水的时候，这个神就从巨大的鱼里出现，救了船上的人类。还有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，大家看一下这教皇的帽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当教皇侧过身的时候，这个帽子就非常像苏美尔神 Onis 的鱼头帽子，都是开口鱼嘴的形状，非常奇怪。如果我们就把自己当成远古文明尼拉卡奈人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底地图，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大洪水突然来了，一部分人留下来把远古文明改造成海底世界，另外一部分人肯定是要赶紧撤退的。那我们应该往哪里撤？如果这里是尼拉卡奈，中间是平原，北边这边虽然高一点，但是地势还是太低了，南边就更不要去了，一看就是山谷海沟。唯一的路就是往东北方向，沿着平原经过琉球群岛，往现在日本九州4国北海道方向走。这边的山非常高，可以抵御大洪水。所以各位天才，下一站我们就要去日本探险。Osaka 大阪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远古文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大隐隐于市。去过大阪的人肯定都见过这些远古遗迹，但是你们并不知道，这个地方就在大阪城。大阪城是丰臣秀吉在1583年开始修建的。大阪城里面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天守阁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天守阁在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，叫做石山本愿寺。大家注意这2个字，石山。石山本愿寺的地基是一个巨大的石头。根据记载，明应5年秋末，莲如上人建造了这座寺庙。自始至终都发生了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寺庙的基石会被莫名其妙的加热日语就是这么翻译的。这块巨石现在被埋藏在天守阁的底下，一般人看不到。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线索，比如这块城墙，名叫大阪城楼石，重达100多吨。还有这里，这些角落。大阪城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巨石了。后来丰臣秀吉在建造大阪城的时候，就是把它们直接融合在后来的建筑里。不仔细看，很难看出这是远古文明的痕迹。在离大阪城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更加爆炸的遗迹，叫做石宝殿。这里供奉了一个巨大的石头，宽6.4米，高5.7米，深7.2米，有500多吨重。石头下面有水池，这么一看，这块石头好像是浮在水面上。石头后面还有一个尖尖的头。整块石头是一次性雕刻的，但做什么用的不知道，好像是一个零件，一个大型机器的零件，活塞之类的。根据《生时神社略记》中记载，在诸神的年代，有2个神叫做大花木和少彦明，他们从天上下来建造神殿，但是建了一半，突然有众神背叛，结果这2位神就召集了大军，平定了叛乱，但神殿就干了一半，没有建成，剩下的石头就被留在了这里。在奈良县还有一块巨石，叫做增田岩船，它的大部分被埋葬在土层里，预计重量有600多吨，是一块独立的石头。增田岩船里面还有2个正方形的开口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这完全是一个谜。当地人传说这是天神乘坐的石头飞船，也有可能说不定这些外星人的这个脑回路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就是用石头做飞船。日本这种巨石还有很多，大家看，有这种奇怪符号的，还有这种完美切割的石头盖子的。这种石头的坚硬程度和雕刻技法和埃及、南美洲的巨石文明都非常相似。以后我有空给大家做一期印加文明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些巨石到底是谁建造的？很有可能是我们在上期贝克利实证中讲过的蛇星人。我们再回到琉球群岛的冲绳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蛇郎的传说。
这个姑娘就只能红着脸说啊，之前有几个晚上，我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美男子来找她，她看到这个美男子就十分高兴，不知不觉她就怀孕了。第二天早上一醒来，她就发现这个人就不见了。她父母就想知道这个色狼到底是谁，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于是就告诉她女儿，把穿着细麻绳的针插在男子的头发上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发现这条细线从他们家一直深入到一个山里，他们就顺着这个山就找到了一个山洞。他们走进去一看，里面竟然一个蛇一样的男子。后来这个蛇一样的男人说他是这个岛的创造者，他要再生几个孩子，帮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。后来这个女人就生下了3个孩子，这3个孩子都变成了伟大的人。最后这个蛇男子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离开他们，于是他就含着泪亲吻他的孩子后升天而去。这个洞现在就在宫古岛的涨水玉月里。2003年，琉球大学物理地质部和东京大学原子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他们围绕与那国水下金字塔的不同方向，一共取了30处岩石样品，然后用原子吸光、X 射线回折法等等6种放射性测量方法，基本上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，就是要看看这水下的金字塔是什么年代建造的。结果震惊了，这些岩石大部分都分布在7万年到11万年的这个区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水下金字塔最远是7万到11万年前建造的。而且这个年代区间，地球正在处于冰河时期。那个时候，台湾、琉球群岛到日本的这一片区域，整片陆地都不是大海，而是平原。远古高科技文明就在这里可以充分发展。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中写道，科学家通过对非洲原住民 DNA 的研究，结论是，大约在7万年前，人类几乎被灭绝，最少只剩下2000人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老祖宗怎么这么惨？在我们之前说的萨纳塞神话圈里，有一个故事叫做斗纳呆阿布，说是在远古时代，人类都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但是有一天，突然天空变成了橙色，大家一看惊呆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天空逐渐变成了一片鲜血一样的红色，而且天上还出现红色的火焰。周围的气温也开始突然升高，一眨眼，巨大的雷声响起，天空中下起了火雨。这些人类就在火雨中惊叫逃窜，大部分人都在逃跑中瞬间被火给烧死了。只有一家人被神喜悦，他们就按照神的指引，躲到了一个叫做斗纳呆的洞穴里。等灾难过去之后，他们走出洞穴，这时候神就出现了，教他们如何种地，如何打猎，人类于是就繁衍了起来。这听起来好像远古人类经历了一场核弹袭击天空突然变色，还有火焰，最后人一下就被烧死了。难道远古文明发生了众神之战？有个非常巧合的是，在北欧神话中，首先出现的就是冰河时期的芬布尔之冬，在这之后就出现了众神大战。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、洛基、奥丁等等众神都出来作战，结果这诸神都挂了，被称为诸神的黄昏。最后什么景象？和斗纳呆阿布里描写的一样，烈火贯穿了整个宇宙，浓烟淹没了山顶，支撑整个宇宙的世界之树也被火焰吞没，轰然毁灭。星辰从苍穹中落下，时间已不复存在，焦黑的地面摇晃着沉入波涛汹涌的海底，触目所及的只有滔天巨浪。但是不用担心，新的世界又从毁灭中诞生了，人类就重新开始了新的时代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尼可拉斯杨吗？是啊。这是你的快递。哦，谢谢，快递来了。这是什么啊？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哎，这是尼可拉斯小羊。难道是 YouTube 寄给我的？3、2、1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哎呀，小羊，小羊，这是优秀天才团的一小步，却是尼可拉斯羊的一大步。感谢各位天才的支持，
我会更加努力写我的稿子，然后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。我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，未来如果我们尽快达到了这个100万，有一个这个金牌的话，我就要请我的老莫上场了。我跟大家说啊，悄悄的跟大家说，我们家老莫简直才女啊，漂亮啊！这个表扬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继续努力，感谢各位天才，我们下期再见。